这一次的占卜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哦。就在现在，你需要接收的紧急讯息，又或者是这一个必须要交给你的指引，到底会是什么呢？好，那这一次的占卜啊，也是3个选项。那现在就让我们一张一张的来看。这边是我们的选项1。选项2，选项3。好，那这边就是这一次的3个选项。那大家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选择好之后，我们的占卜就要开始咯。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咨商，现在已经全部开放预约了。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我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放在资讯栏里面。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哦，选择到第1组的朋友。选择到第1组的你啊，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就是跟牌面上面所显示的是一样的，它是跟秘密是有相关性的。我会看到的是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面是在讲说，就在近期，当你看到这支占卜的当下，是有一些秘密它会慢慢的揭开。而且这一张牌卡它讲的不是只有一个秘密，而是有好几个秘密会在近期有被你发现，又或者是它慢慢的浮上水面。这张牌卡之所以会被你抽到我觉得你在最近就是在近期可能会经历到的一些状态，比方像是有些事情你觉得很奇怪，有些事情你是觉得不是那么的合理但是呢你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也不知道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它就是一种直觉在你心中的一种直觉，一种感觉，你就会觉得说有些事情好像有一点怪怪的，但是硬要你说哪里怪怪的，你有没有办法很好的来解释，那就很有可能是这一件事情它背后是有原因的，是有秘密的，而且它有可能是一个一个的秘密串在一起，然后最后发生的一个结果。那所以这张牌卡从另外的一个方面也在告诉你的是，当我们在看眼前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你可以尝试着来观察一下你身边的环境，你会开始发现好像看起来是风平浪静的事情，但是其实它底下就是它的里面其实是暗潮涌动的。所以这张牌卡在这边也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告诉你，有些事情可能并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又或者是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么单纯，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幸运，看起来好像很水到渠成的事情，说不定它背后是有一定的操作的，背后是有一定的原因所以才可以进行的这么的顺利。这一张牌卡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它其实也在讲有些事情可能在你心中一直是一个谜团，你很想要知道原因，然后你很想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理由是什么，而这一个背后的成因也在近期会慢慢的开始浮上水面。总而言之，它是一种让所有的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所有的事情开始越来越明确，而且是那一些就是那种千古之谜就是你早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有点不对劲的，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好像是有一点古怪的，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哪一个人，哪一个环节，哪一句话，但是你就是会觉得说哇，这个事情有点不太对劲。在近期，我们这边所说的近期，在最近的3个月的时间里面，你很快就会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怪怪的，为什么会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寻常，它背后的原因和理由马上就会呈现在你眼前。好，这个就是你所选择到了这张牌卡。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会看到的是 ，OK， 我会看到的是在近期是不是有一些资金方面的缺失，或者是说资金方面的流失呢？这个是盘面上面让我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明确的讯息。我们这边就直接来讲我觉得说你最近会有一些失去的状况，特别是跟资金、金钱相关的一些事情，有可能是你在投资上面失利，又或者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做起来它一定会涨，或者是说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回报，但是到了最后却让你觉得还蛮失望的。特别是那一些板上钉钉的事情，就是已经是不会有错，不会有差错，然后已经有人答应你这个事情会这么做，或者是这件事情会这么进行，但是就是到了最后的一刻，你开始会发现有一种强烈的失望的感觉，你会觉得这种就是为什么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到了最后还会出错。我会看到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这一张牌卡在这边出现，它告诉你的是一个很明确的讯息，不要为了你失去的而感觉到可惜。他会告诉你的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就是你会出现的一个很大的转机，在最近的这个时光里面。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我们目前的盘面上面会告诉我的是，你之前在失去的这一个状态里面，你觉得很难过，觉得很伤心嘛。但是呢，等这个时机过了之后，你转头回来看，你会开始发现，好在我之前那一笔钱我没有拿到，不然的话现在就出问题了。就有点像是那一种，它是一种要如何来讲，完全的是180度的大转变。因为我们看到这边会有点像是你前面的这一个失去，因为我们前面在讲说你前面的失去其实还蛮惨重的，就是像是资金啊、金钱啊，而且特别会像是一种已经会出现一些状况，比方说像是已经谈好的合约或者是已经是大家达到了共识要签下去的，然后这个资金的流动啊之类的，有可能大家就是在讲说有人会给你一笔钱，但是到了最后对方反悔之类的，类似于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会让你感觉到十分的困扰。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如果说讲到这一边你都觉得是还蛮对应到你的话，首先第一个很大的重点，你千万不要觉得为这件事情而感觉到可惜，没有好可惜的。很明确的牌面上面真的是很明确的是，好在你们的这个合约没有签成，不然的话如果签起来的话，之后就会有牵连到你的地方。好在这一笔资金没有打入到你的账号里面，不然的话你后续的麻烦你难以想象，有点像是这种情形。所以他真的是会在讲说，因为我能感觉到的是这种情绪上面的沮丧，或者是哇怎么会这样子，这个人为什么他说的那么好，到了最后他好像摆我一道，或者是他为什么要欺骗我。我看到了很多的像是这种情绪上面的起伏，又或者是说情绪上面的这种愤恨的感觉，生气的这种感觉，而且还会有一些像是无奈的这样子的一些心情。总而言之是一个很复杂的状态，但是最后因为这个前面没有达成协议，前面没有达到你想要到的一个目标，所以到了最后你才可以庆祝，你才可以有所成就。因为我会看到前面我们这边直接来说，我觉得前面的这一个交易，又或者是说前面的这一些合约我会看到的有一种感觉，像是有些事情它像暗地底下进行的。有没有像是这一张牌卡，我们就讲说有很多的一个秘密，就是你看起来感觉上面你就是在签一个合约没有签到，但是它其实背后有很多的秘密，其实是你不知道的，是你也不知道说，就算是想象也不知道应该要从哪个地方来想，或者是说要从哪个地方来理解这个事情。总而言之，它下面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操作，所以你这一次真的不是失去，而是获得，因为这样子你躲过了一个很重要的灾难。如果你真的是签下去，真的是达成了这一笔交易的话，那代表是你会卷入到一个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境里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盘面上面所看到的。
所以啊，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哈，我觉得就是哇，就像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因为失去，你反而获得更多，因而失去哈，所以你反而接下来是不断的收获。我看到的真的会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看，我觉得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我觉得这一个事件啊，会是你人生里面一个很宝贵的人生的经验和教训。我再讲的比较直接一点，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啊，你目前所面对到的、所经历到的，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时期，也就是它有点像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这边就直接来讲哈，你最近可能是会有机会哈，是摔的还蛮惨的，而且你会是。我尝试的这一边来解释一下哈，因为当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种很悔恨的感觉，你会觉得你自己错失了机会，你自己错失了机遇，你会觉得哇天哪，这么好的一件事情放在我的眼前，我为什么当初没有把它把握住？没有。真的是没有，因为你再回头看，在当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这种我们前面所说的情绪上面的复杂哈，又或者是说情绪上面会觉得哇，我好像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有可能说你今天买一个东西，你当时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deal， 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价格各方面都觉得超棒。你在犹豫1分钟之后，你觉得你要买，你再回来买，然后人家已经买走了，那你会觉得很悔恨。好，你会觉得说哇天哪，我为什么当初要犹豫？好，有什么好犹豫的？我就应该要下手。你看这么好的机会，就白白的错过了，又或者是白白的消失了。然后你越想就是越懊恼，越想越是情绪上面觉得说哇天哪，怎么会这样子？但到了之后，你会开始听到一些消息，会知道那个东西是假的。或者是说那个东西就是到了就是它有瑕疵的，类似于像这种状态，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庆幸，哇，好在我当初考虑了1分钟，就是因为那1分钟我躲过了这一个灾难，不然的话后面打官司，又或者是说后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处理起来真的是太麻烦了，就是那么1分钟让我逃过了一劫，类似于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这边就是我们牌卡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明确的讯息，通过这个事件哦，你开始会有不断的有一些想法，然后会有不断的有一些反思。这个事件，当然我们前面所说的买东西的这个状况，它只是一个举例而已，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买东西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有可能是一些投资的机会。他有可能会告诉你说哇，这个投资的机会你要不要参加，你要不要加入。好，然后你想了1分钟之后，你的位置已经被人填上去了，你就觉得哇天哪，我为什么当初要考虑，好早知道就早一点把脚先跨过去。后来你会发现投资的那个人，或者是说投资的那个事情后面赔得超惨，你就觉得说哇，好在我当初没有加入。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能看到一点很明确的就是资金上面的损失，不是普通的资金的损失，是大量的资金上面的损失。我看到的会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但是你知道最棒的是什么？就是你躲过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它会为你的人生带来一些新的想法。我看到这一边我会有一种感觉，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啊，你们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在同样的阶段，但其中的一部分的你们还在悔恨的那个阶段，会觉得说哇我还在纠结于当初的没有把握机会，还在纠结于说哇当初我应该怎么样。如果你在这一个阶段的话，请你千万不要，你把这个心情先打包起来，先收起来，你继续往前走，走到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再往回头看，你会觉得说哇天哪，好在这个机会我没有把握住。而且我会觉得有一部分的你们其实已经过了前面的那个状态了，就是我们前面所说悔恨的状态，你已经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这张牌卡从这边所开始的，我觉得是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会开始从你过往的这一个人生经验里面
就那种感觉像是什么？你眼前有个大坑，你差一点就踩进去了，但你跳过了，或者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你就是躲过了。然后它会为你的人生带来很多的一些想法，带来很多的一些反思。然后你会有一种在事后想起来就是细思极恐，都会觉得说哇天哪，我差一点当初我就掉到那个坑里去了，你会出现这种想法。所以它会从本质上面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对于人生的态度。我会看到的是这个事件对于你来讲真的会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它会为你的人生带来很多的一些哲学性的想法。我相信已经跨过了这一个阶段的朋友，我讲到这边的话，你应该会开始变得越来越明确，就是心里面会开始变得越来越打开，越来越敞开的一个感觉。你会开始发现之前的很多你纠结的一些事情，你没有再这么纠结的。比方说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就是关于错失这个机会说实在的，你内心里面是可能悔恨了很长时间，又或者是想了很长时间，就是在这种情绪里面没有办法走出来，没有办法脱身。然后慢慢的，我看到了这种情形，这张牌卡在这一边它会告诉我的是，当你开始越来越学会如何的去 let go， 就是这个情绪上面如何的去放手之后，你会通过你的这一个人生的经历，又或者是说在经历到这个人生的经历之后，你会看开很多的事情，你会想要通过你这个经历去帮助到更多的人，你会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心得传承出去。而且我也会感觉到的是，你也会开始内心找到一种平静的感觉。比方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些事情它可能很容易让你的内心里面产生一些起伏，或者是说有些事情它的确会让你觉得说情绪上面让你没有办法平稳下来。比方说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悔恨里面觉得哇，为什么当初没有下手，哇，我就早那么1分钟可能我现在的状态就已经不一样了。但是你要经历过所有的事情之后，你才开始发现说就是当初的没有抓到那个机会，或者是说当初避开了这个坑，虽然是一个 unconsciousness， 就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因为某种程度上面来讲，你没有相信你自己的 gut feelings， 你自己内在的那个直觉性，在当初的时候，这个直觉性其实帮助你避开了一些坑避开了一些你能摔倒的地方。但你在当时的时候，你其实不知道，你不知道是你的 gut feeling， 就是你内在的这种直觉性帮助你去跨过了这个难关。你可能还是会再去讲说为什么没有抓住它，但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这个事件那可能是前几个月的事件，甚至可能是前2年的事件，就是这个悔恨的情绪说实在的困扰了你其实还蛮长时间，就是蛮久的。你现在慢慢的走出来，是因为你再回头去看这个事情之后，你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感悟，甚至你会对你自己内心的这一个直觉对你内心的这一个感觉感受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必须要这么讲。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之前，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你自己本身是不相信任何的所谓的这种直觉、灵性或者是说像这种这个来自于内心的声音之类的，我相信你是不相信的。而且你不单单只是不相信，你甚至还会觉得说这些事情都是没有用的都是不如理智来的重要，然后不如说当下的我的想要去做的这个意识来的重要。但是经历过这个事情之后，你真的会对你身边的很多的事情都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感觉。你开始慢慢的会开始发现说，原来我内心的声音才是我真正的指引。原来有的时候就是要追寻着内心的声音，然后内心的感受，我才能真正的找到属于我的路，我才能真正的找到我的方向。所以这个事件它真的为你的人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感悟，而且也是因为这个事件之后，你会更加的知道分享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你也会更加的知道要如何的把你的这个人生经验分享出去，告诉更多的人，造福更多的人。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
哇，我们接下来的话，我必须要讲，我觉得你好像就完全的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纪元，重新开始出发的感觉。哇，天哪！我看到的是哈，首先我必须要讲，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们有超强的 resilience， 就是有那一种反弹出来的能力，反弹过来的能力，所有的在你身上的一些就是施压在你身上的一些负面性的情绪，或者是说负面性的一些事情，它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击垮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击退你。因为我会看到的是就在近期，当然我觉得要看说你目前是在哪一个阶段。如果说你目前已经走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阶段，比方说你已经度过了那一个挣扎期，或者是那一个后悔期，你开始往回看说，原来我当初要听到的我自己的声音，然后我从中我感悟了很多，学会了很多。如果你是处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全新的进展，你的人生会有一个全新的进展，但是必须由你主动的开始来开创，主动的开始来开拓。你会把过往的悔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边我的直觉突然之间打进来他告诉我的是，可能在之前你会觉得有一个发大财的机会，或者是有一个晋升的机会。如果说你是自己出来创业的话，有一个开拓市场的绝佳的机会，但你没有抓到，你认为损失了大量的钱，哇，想一想都觉得超级难受的心里面。后来你会开始发现说，原来那个事情是一个骗局，或者是说那个事情就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其实水很深的一件事情。终于会有一种感觉说有的时候有些机会就是不属于我的，就是你突然之间看懂了，看明白了，看清楚了很多的事情之后，你决定再出发，你决定由你来创造，由你来做规划，由你来做安排。你不需要去抓住其他的机会，而你需要去做的是做出选择。当你开始调整好之后，因为你要知道你在这一个阶段，就是你在经历过前面之后，再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你已经开始跟自我产生连结，你已经开始知道了自己的秘密是什么。什么叫做自己的秘密？就是你知道如何的跟自我产生连接与自我对话，你开始听到自己内心里面最直接的直觉的声音。这个时候代表着你就可以开始重新的规划，重新的出发。当你把这一点学起来之后，你就会知道你的眼前是有很多的选择的，是有很多的选项的，而且它允许你进入到一个开放的状态，它允许你去学习新的技能，因为你会进入到一种完全脱胎换骨的状态里面。我相信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经历过人生很苦难的一个时期，很辛苦的一个时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看不到接下来你想要做什么，你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然后觉得自己完全是进入到一种超级消沉的一个状态。对于所有的事情都是会觉得说天哪，我错过了那个机会，我接下来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没有之前那么棒，都没有之前那么好，可能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心情。那我们牌面看到这一边我真的会有一种还蛮明确的感觉，我觉得事情跟你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你之所以会沉浸在那一个画面里面，是因为很多的事情你还没看懂，你还没看透，然后你还没看得很清澈。但是当你慢慢的开始重新的去回溯你过往的人生的经验，过往的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过往的一系列的种种之后，你突然开始会觉得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即使说你心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些可惜，但是你已经越来越看懂这个事情的本质，看懂这个事情的真相。为什么我这么强调的是这一点？我觉得在之前可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这边直接来说，你都会选择的是自欺欺人，你会觉得说就是自己错过了，不然的话现在就整个人的状态会不一样。即使是有很多的一些佐证放在你眼前，告诉你说这个事情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这个事情可能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的宏伟，但是因为这个是你所相信的，你需要有一些时间的调试，从这一个想法里面
慢慢的走出来，你必须要走出来之后开始再回溯，你才能看得更懂，才会看更清楚，你才可以开始计划你的人生的下一步。我会告诉你你接下来的话，你的人生将会进入到大冒险的状态。就像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你会允许自己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状态，你会允许自己面对更多的选择，面对更多的选项，你会允许自己踏上一个一个奇幻的旅程，你不再为自己带上任何的束缚，你让自己完全是敞开打开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然后再加上你所选择到的这一张牌卡Secret， 它会结合我们目前盘面上面所看到的，我会认为的是，你从你现在开始，你的心里面会慢慢的开始藏起一些小秘密。我觉得这个说起来虽然是小秘密但我觉得它其实更加会像是你开始慢慢的在累积你对于人生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说你对于人生的一些态度，有些事情是你开始变得不太愿意跟别人做分享我们不是在讲说不做分享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而是你开始会有一些对于人生的一些感想，你开始会觉得不是那么的想要与别人来分享，因为那个会是你的人生的宝贵的经验。但我这边会看到的这一张牌卡的话，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分享，我觉得可能更加会像是物质方面的分享，比方说你可能会更加的想要去帮助更多的人，就是你能知道说这一个失去的惨痛，所以当你看到了他人在同样的情境，或者是说发生在同样的事情里面的话，你会尝试着想要去帮助他们，想要去拉他们一把，这个是我看到的。但是你的整个经历在你人生里面所留下的轨迹，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你想要保守起来的秘密。那无论如何，我都会想要告诉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前面的这个阶段说实话，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学习的阶段，有点像是人生的一门十分重要的功课，也会是你人生中必修的功课。我相信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讲到这边，如果你有觉得是对应到的话，你会有一种觉得之前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有一种超强的宿命感，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然后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在什么地方踩了雷为什么这个事情好像一个连环炮一样，就不断的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当你开始慢慢走到这一排牌卡的生活状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是什么，因为你前面的这一些人生的经历就是来帮助你来累积你的智慧，累积你的人生的经验，你必须要累积这一个经验，你才会知道下一个人生的步骤要如何的规划，因为你也将会面临到各种各样的选择，你要选择的是哪一条路，或者是说你要选择从哪里重新的开始你的生活，这一些都需要你的人生的经验来辅助你，来帮助你来做到一个最适合你的选择和选项。我看到的这一篇的是你接下来会有很多旅游的机会，有很多出去探索的机会，而这一些探索的机会，你之所以会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之所以会去探索，我觉得也是跟你过往的人生的经验是一样的。因为你过往的话我们这边直接来讲，我觉得有一点像是被绑定的感觉，在某一个地方被绑定，或者是在某一个地方被束缚。那当你前面的这个经历完成了之后，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再束缚你了，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把你再绑定下来，所以你可以重新的开始做探索，然后重新的开始踏上你的旅程，可以重新的来理解你眼前的世界，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滤镜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接下来对于你自己的追求，或者是说对于自己的想法就会不一样。这种感觉很奇妙，真的是超级超级奇妙。它有点像是你的前半生
都为了求安稳，一直求安稳，想要稳定，想要固定的生活形态。但是慢慢走下来之后，你会开始发现，我就是想要环球世界，我就是想要去各个地方、各个国家都住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安不安定的，没有什么安不安稳的。我觉得只有探索的世界才是最好、最奇妙的。你有感觉到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接下来的是这一张要遮一下哈，特别好。无论是你接下来做任何的事情，合约哈，真的是十分的重要。合约规划计划哈，真的是十分的重要。因为我们前面有在讲说哈，它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讲到后面的话，它真的会让我有一种还蛮明确的感觉。你接下来哈也会有很多的事情是跟金钱要扯上关系的，就是你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状态。或许你现在一直以来，你有可能就是跟资金投资，或者是说你的有一笔钱你要放在哪里，又或者是说有一些资产你要如何的来做分配之类的。我看到的是跟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之前会让你错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错过资金的交易的一个机会，或者是投资的机会之类的？我觉得他会想要来告诉你钱的价值是什么，这件事情对于你的价值是什么，资金方面的使用是什么。因为接下来这个状态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不一定它会重复，但是你还会再遇到一次的话，你会更加的警觉，你会更加的知道要如何的处理。因为这张牌卡在这一边，我就很直接的在讲说会有资金上面的一个流失，资金上面的一个缺失，但是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你需要很有智慧的、很有规划、很有计划的来避免这件事情，你就可以躲过，或者是说你就可以不需要搅入到这一个缺失和迷失的环境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明确的一个讯息。而且我们会看到的是在签合约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很小心，特别是在公平公正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对于来说十分的重要。我不是在讲说一定会有人想要过来占你便宜，但是有的时候有些条款它可能对于你来讲就不是那么的有利，而且要如何的达到平衡将会是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什么叫做达到平衡呢？并不是说在签署合约的时候，或者是在合作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人赢，一定要有一个人输，而是说如何达到互利的状态才是最理想的状态。总而言之，我会认为你有可能我们前面这一张牌卡，我觉得这张牌卡是我十分在意的一张牌卡，在整组牌卡上面来讲，因为这个我会把它视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你的人生接下来的一个导向，或者是说你的人生接下来的一个方向，就在这个牌卡里面隐藏起来就是 secret 秘密。因为你在进入到一个旅行的阶段之后，因为我们前面在讲嘛，你有很多的机会和机遇，我其实觉得说最后你有机会是选择到一个远方的机会，有可能是海外的机会有可能不在你目前的生活本地的一个状态。那么当你在遇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有机会会跟别人再一次的签到合约，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你要去其他的国家工作，又或者是说去其他的城市工作之类的，你会牵扯到合约的关系。而这个时候我也能感觉到，你这一次牵扯到合约，牵扯到钱的事情，你会比之前来的更加的慎重，你会来的比之前更加的来再做衡量，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当然这个状态其实也是来自于你过往的经验，还有你过往的缺失，然后让你重新有一个回想，找回智慧的，或者是找回自己的判断力的一个过程。所以前面的这个经历真的不是白费的。我相信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前面的这个经历其实真的让你十分的身心力疲，十分的疲倦，十分的疲累，而且内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想法，
内心里面有很多很压抑的一个情绪，但是你慢慢的往下走，你会开始发现前面所发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你之后所遇到的事情要如何来处理。它有点像是一个参考的状态，它也有像是警示的状态，但是无论如何，你都是通过之前的这一系列的人生的经历，帮助你接下来能做出最适合你的判断，对于你来讲最好的判断，损失最少的判断，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接下来这一张牌卡，他想要说的是，我就是我自己本身，我确定我自己本身，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控制我，没有任何的人可以阻挡我。这张牌卡之所以会在这一边哈，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系列的事件的发生，你在整个过程里面会有很多自我怀疑的地方，会有很多自我不确定的地方，而且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哈，你所选择到的这一张在这一边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就是在于我觉得你有很多的事情，你自己心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是你不想要拿出来和大家讲的，比方说你的脆弱，你的本身，你的自我怀疑，你的自我不确定，在整个过程之中，我相信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你们的内心，你们的心灵是经历到十分痛苦的洗礼的，是经历到十分痛苦的挣扎，而这所有的一切，你并不想和任何的人分享。但是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每一个人都心里面有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不太想要让别人碰触到的地方，但你自己必须要解开这一个一个的谜题，必须要解开这一个一个的谜底，因为你抽到了这张牌卡，就像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有一些谜题，有一些秘密，它正在慢慢的浮现出来，它正在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清晰。一方面来说，是你身边周边的一些环境，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些事情你会觉得怪怪的，为什么会发生？好，接下来就会告诉你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那另外的一个方面呢，它其实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内心的，有一些 secret， 好 ，OK， 你不太想要让别人知道，但是你有发现到的是，你可能觉得特别的疲倦，可能觉得特别的累，然后可能觉得内心特别的焦虑，然后又会觉得有一些惶恐，而这一些又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所有的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帮助你更加的确定你自己本身，更加的肯定你自己本身，更加的读懂你自己本身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清晰还蛮明确的讯息。所以要如何的确定你自己本身，当然我们一直在讲说要确定自己呀，要肯定自己啊，说起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什么样的程度才是真正的确定自己，什么样的程度才是真正的最肯定自己呢？这所有的一切是需要通过学习磨练还有人生的经验累积起来的，而你在经历过前面最痛苦的时期之后，你会更加的肯定自己的收获，更加肯定自己是谁，更加肯定自己的成就，更加看到你自己，只有你才可以主导你自己，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告诉你你要如何的去做，只有你自己才是你自己本身的掌控者。接下来这一张，你看这一张在这一边出现，就告诉你可能事情真的是没有到那么的复杂，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没有到这么的复杂，是你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你就朝着你的光走就对了。因为我会感觉到的是，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啊，你们的复杂是属于哪一种状况呢？你们会做很多的事情来想要达成自己的目标。什么叫做很多的事情？就是你们可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们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它有点像是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无形中走很多的弯路，你会在无形中好像会绕了很多的路，到了最后你会觉得很累，目标也没有像
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那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它就是告诉你，你就直接的朝着你的目标直线走过去，你不要害怕，你不要紧张，你不要感觉到焦虑。因为像我们前面抽到的这一张牌卡，它其实会告诉我的是，你为什么会绕来绕去，朝着在你的目标旁边绕来绕去。我觉得某种层面上面来讲的话，可能会是一个自我认同感在那一边作祟。你或许会觉得，如果我直接走过去的话，成功几率会比较低，因为我可能条件不够，这个不够，那个不够，那所以我必须要绕更多的路，我才能到得到。那这张牌卡这一个和我们前面所抽到的这一张我觉得它其实是还蛮对应到的。你接下来会踏上旅程，你一定会踏上旅程，无论说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无论说是远的还是近的，你都会有踏上旅程的机会。而你踏上旅程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要实现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为了让你接下来的人生的开启，在你为接下来的人生来做规划，来做冲刺。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你接下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几率踏上一个新的旅程，或者是多个旅程。那么这边的话就想要告诉你，简单一点点，你的行囊简单一点点，想法简单一点点，所有的事情都是从简单出发。你有想去的地方，你有想要完成的事情，就请你一定要直击核心，不要绕道，不要觉得说哇，我还没有准备好，应该先做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再做一下那个事情，然后慢慢的再来靠近我的目标。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因为你只有朝着你的目标前进，你才有机会到达你的目标。你一路上如果是背了行囊太多，然后路又太弯的话，你会走很长时间，你会浪费很多时间。所以请你轻装上阵，朝着你的目标前进。这一章在这边，它就是在讲说，天哪！我觉得接下来就是你前面经历的，就我们前面，我知道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次，但是这张牌卡又再一次来提点到我们前面所说到的一个状态。你目前所经历到的一切它有一点真的像是你的一个人生必经之路，然后它真的有点像是你人生的一个考验。你通过了这个考验，你走完了前面的那一段路，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真正的展开属于你的人生，真正的开始找到你人生的使命。我相信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如果你看到这一边，然后结合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所有的事情，假设说是有对应到你的话，我相信你在那边真的是狂点头，因为你会觉得说，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之后，现在才好像终于真正的上轨道的感觉。这个跟你的年纪是没有关系的，是跟你的经历，是跟你的这个时间点是有关系的。就比方说你前面所经历到的整个事件，经历到的这一个事件，如果说时间点不到的话，这个事情它就没有办法开启，没有办法开启的话，你自然就没有办法去应对它，自然就没有办法去解决它。那么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现在开启了，现在为你所开启了，所以你自然要去面对它，自然要去解决它，然后自然要去处理它。而这所有的一切，也都是在讲说，你的人生的前面的那个阶段已经完成，已经为你之后的人生开始铺垫起来，开始铺垫好。所以你的人生从现在才要重新的开始，才要重新的踏上轨道。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样子，你可以完全的做你自己。因为在之前的状态里面，你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的事件来找到你自己本身，而你终于找到你自己本身，所以你终于可以开始做你自己了。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一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
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咨商现在已经全面开放预约了。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我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这一张牌卡我们很明确的可以看到正在做一个决定。目前的你可能正在想，你是要保留还是要毁灭？你是要保护还是要毁灭？你是要拥抱还是要彻底的放弃？无论说你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我都看到的是一个很极端的决定，就是有点像是很两极化的决定。一个是绝对的拥有，绝对的保护，另外的是绝对的放弃，或者是说绝对的毁灭。中间是没有灰色地带的，是没有说我可以保留一半，或者是说我毁灭一半，不太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要不就全部都要，100%的全部都要，不然的话就全部放弃，一点都不要拥有，或者是说全部都把它丢弃掉。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好，那它代表了什么呢？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会感觉到的是，它有可能是在说你本身的性格，你本身的性格是会有一些完美主义的倾向，而最近你会遇到的一个事件，它会把你的这种完美倾向无限的扩张。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会在想说，如果这件事情我要做，我就要100%的掌控它，100%的做好它，100%的来保护它。如果这件事情我不要做，那我真的就不要碰。所以这是一个人生很大的决策，它可以是各个方面的决策，它有可能是感情的、事业的，又或者是工作的部分。你现在就是一个是还是不是，要还是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决策。你如果说今天想要出来创业，那你就要辞职。辞职之后你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就是想要说把这个精力全部投入到创业。创业成功的话那当然最好，皆大欢喜，不成功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就类似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当然了并不是在讲说每一个人都一定有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只不过说这张牌卡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你目前要面对的选择是没有灰色地带的，也有可能你自己不允许这样的灰色地带出现。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就是100%的投入，我就要100%的把这个事情做好，不然的话我就不要去碰它。感情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的另外一半，又或者是对你有好感的人，或许在现在他就已经感觉到是还蛮有压力的，因为你不太会是那一种，那如果我们今天分手，那就分手，我们就是陌生人，不要说什么做朋友，你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对方他可能也会有点像是在等你的回应，又或者是说在等你接下来会想要怎么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所以首先一个掌控权是在你的手上，是由你来做决定，而你就是在想要做一个黑白分明的决定。好，这个就是你所选择到的牌卡。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这边是掉下来的2张这边这一张也是掉下来的，自己飞出来的牌卡。怎么说呢？我会看到的是选择到这组的你们，我其实是会有一种还蛮明确的感觉。首先我觉得你的性格上面来说的话是会比较强势一点点，而且我真的会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我觉得你现在正在脱离着某一个事情，在脱离着某一个事件，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情境，就像我们前面所说，有可能是工作有可能是事业，有可能是感情生活中，它也有可能的是从一个环境里面挣脱出来，比方说也有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原生环境。总而言之，它是一个独立的象征。你现在是会有点像是一个
我要如何来形容哈？那我们尝试的来举个例子，我看到的是你要从一个团队里面，从一个 unit， 从一个单位里面，就是从一个整体的一个里面分裂出来的感觉，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希望这个部分我有把它解释清楚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中所想到的那个画面有点像是细胞。有点像是我某天看到的这种 Discovery 里面的有一些细胞，像是从一个细胞里面分裂出来的一个小的细胞，然后那个小的细胞独自存活之类的，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这么样子来讲，我觉得你目前的状态是最棒的状态。如果说你现在是有想要脱离出来的想法，各种各样的状态，因为我们前面有在提到，我觉得还蛮符合到像是创业的部分，如果是工作的部分的话，是还蛮适合你现在出来创业，但是有个前提你必须是单独的出来创业，因为就从我们目前的盘面上面所看到的，结合到之前的这一系列的讯息，我认真的觉得你们可能不太适合跟别人共同创业，就是你们不太适合有合作伙伴，你们可以有辅助你的人来协助你的人，但是做决定的那个人必须是你自己。一方面来讲的话，你的性格会比较强势一点点，然后呢，你也不太喜欢，不是说你不喜欢去听从别人的建议而是你的主见会比较强一点点。所以当别人提出一些想法的时候，你可能就算是你好会做尝试，但是你还是最终会回到自己的身上，还是会回到自己的本我会觉得说我想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想要做出这样子的决定。而且这一个状态是你从小就开始想要看到的状态，让我来解释。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你的童年的梦想，童年想要去完成的事情，然后童年的一系列的想法。但是在之前你会感觉到的是好像时机点不到，有可能第一个比方说像我们所说到的独立的一个状态，我们前面也有提到的，有可能跟原生家庭是有关系的，那代表着你自己本身是想要独立出来，想要自己独立生活，但是之前你可能资源不够，简单一点，你钱不够，存的钱不够，就没有办法自己出来生活，然后你也没有特别的一些为什么想要出来生活的这种很强烈的人生的规划。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开始会有一点慢慢的往下拖的感觉，就有点像是说好，我很想要出来独立，我很想要自己搬出来住，但是呢，我感觉上面好像也不是那么着急。但是呢，你要是问我想不想的话呢，我其实是真的还蛮想的，就类似有点像是这种感觉。那如果说是工作的部分的话，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之前问你有没有想要跳槽，你有没有想要自己出来单干，你会觉得是有在想啦，但是我现在人脉好像也不够，资源好像也不够，然后就这么跳出来的话，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困难。但是你现在目前的状态不一样了，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目前的状态是一个很丰盛的状态，是一个很棒的状态，资源是一个很足够的状态，所以现在你可以开始来想一想，又或者是说你现在可以开始来规划你接下来想要怎么走，又或者是说你接下来想要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转变，就是你开始有这个要如何来讲，你开始有一些实质的物质方面的，或者是说实质的一些可以把握在你手上的实权，还有把握在你手上的一些资源，允许你独立出来，所以你现在就不想要再委屈了接着你现在就不想要继续着在这个情形里面了，所以你接下来会想要更多的是开始我现在要真正的开始坐下来规划我接下来要怎么办，我现在开始想要真正的开始规划我的人生的走向新的走向。这个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我看到的是一个，我觉得你开始变得饱满起来，应该是这么样子来形容，因为你可以来做选择嘛。如果说
你就算是想要留下来，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可能是事业有没有工作的部分，就算是说你想要留下来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感觉，其实也有像是你开始有一些可以谈判的标准，又或者是说你开始有一些可以谈判的跟他人谈判的一些底气。如果你留下来的话，你也有可能可以为自己争取到更好的福利，又或者是说更好的资源。这个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我觉得如果说是跟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是有对应到你的话，我相信你是超级在那边狂点头，会觉得对，我现在的状态已经不是之前的我了，我现在可以做决定了。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感觉。这一张，天哪！我们继续的来看我会看到的是 OK， 接下来的话，我觉得磨练就开始会出现了。好，我看到这一边的话，我会觉得说有点像是进入到某一种 pattern 里面，某一种循环，或者是说某一种反复的状态里面。我会看到有一个还蛮明确的是我会看到你接下来会遇到人生的知己，懂你的人。因为我这边会看到一个还蛮明确的感觉，因为我们前面有在提到的是你不太适合跟人家合作，但是如果有人要过来辅助你，要过来支持你、支撑你的话呢，那么这个状态对于你来讲是最好的，因为主导权是在你的身上，然后呢，你会同时间又得到他人给予你的支持与帮助，这个状态是最好的。我觉得看到这一边的话，会让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会有一个贵人之类的人，他会出来给予你支持，给予你帮助，给予你爱。然后这一个人呢，他会很懂你的心情，但是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但是他会陪伴着你接下来的这个状态。接下来的这个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因为你从之前的环境里面脱离出来了之后，你一定会有一段试用期。什么叫试用期？就是你要去适应你当下的一个新的环境，你要摸索出一套你的新的路径，或者是说摸索出一套你的人生的新的规律。换句话来讲，你会从之前的人生的规律里面打破了之后，进入到新的规律。但是呢，这一个新的规律你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你会不断的重复，不断的打转，甚至会进入到一个还蛮痛苦的状态。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清晰的讯息，所以你会体验到的是，从之前的情境里面走出来之后，你会进入到一段自我封闭期。这个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而是说你从之前的环境里面走出来之后，你需要有一个时间段来自我疗愈，有一个时间段来和自己对话，因为你将会进入到的是一个很浑浊、很混乱的状态。我们可以想象的是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是有自我的规律的嘛你几点钟睡觉，几点钟起来，然后你的饮食习惯是什么，你平常的作息，所有的一切都是有一个固定的习惯在那边的。那你从之前的这个环境里面走出来之后，或者是说你做了决定之后，无论说你是想要停留保护，还是说你想要退出毁灭，你都代表的是你有机会打破之前的行为模式，或者是说行为方式。那你会进入到一个混乱期，你会有一段时间是很困惑的，有一段时间是你很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的。因为这张牌卡这一张在这边很重要的是 death OK， 它其实是讲的是一个事情的终结，然后一个事件的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启，所以它是一个完结又开启的阶段。但我们抽到的这个是逆位那它也会代表的是说你之前的事情没有办法终结，你新的事情没有办法开始。所以我会把它理解成的是你会进入到一个重新排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你不喜欢跟别人去分享的，
你本身就不是一个喜欢分享的人，无论说是你自己的心情、你的感觉、你的感受，包括说就是关于你自己所有的一切吧，你不太喜欢拿出来和别人说。所以为什么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一个人会是你的贵人，他有可能是你新的伴侣，可能是新出现在你生命里面的人，然后可能会是对你产生好感的人，有可能会是你的挚友。我们不局限你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这边必须要提到的是，这一个人他会为你带来很重要的人生的转折。这一个人他会就像是贵人一样的存在，他给予你支持，给予你爱，帮你去度过接下来的难关，接下来的这一个规律重建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也是因为有这一个人的存在，然后接着是这一张牌卡。这张牌卡是什么？它是魔法师。你从这一个混沌的规律里面找到了自己新的技能，找到了自己新的生活的方式，找到了自己新的身份和地位。好，这个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辛苦、很具有挑战性又很有成就的一个人生成长过程。因为在这一个重新调试的阶段，或者是说重新组建人生 pattern 规律的这个阶段，你会感受到很多的内心的一些转变，就是你会不断的，你的意识会被不断的颠覆，你的想法会不断的被改变，然后你会很明确的感觉到的是，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有很多的一些事件是让你觉得心脏都在痛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我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会跟我之前看到的不一样，跟我理解的不一样，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之类的，就是会有很多的事情它会出现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会让你当下感觉到十分的错愕。但因为这个人他给予你的陪伴，他会让你从这个过程里面快速的振作起来，重新的找到你的 potential， 重新的找到你的潜能，重新的找到你自己是谁的这一个新的定义。我看到的是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和这张牌卡其实是一个还蛮就是匹配到的一个状态。毁灭之后的重建，重建之后的毁灭，又再重建，就有点像是进入到一种循环的状态。我们接下来看好，我真的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开始，我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开端。我看到的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真的是会感觉到的是，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呢，接下来会有很多的一些新的尝试。我觉得有一种像是从零开始的感觉，是不是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你从之前的那个从之前的环境里面走出来之后，你必须要重新的建造。我会很明确的告诉你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不是可以约束的人。你们之所以会从之前的环境里面跳出来，你们心里面很清楚，你们的野心是盖不住的，对吧？你们的野心是盖不住的，然后你们有太多想要去建造的事情，而你之前的环境它给你带来了太多的束缚。我们这边所说的束缚不单单只是那一种像是环境上面的束缚，比方说有很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做决定，而且如果说你之前是在工作的环境里面，你就觉得你的上司是一个笨蛋，又或者是你就是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这样解决快很多，但是他们就一定要跟程序走，然后一定要按照这个步骤走，一定要这个样子，然后让你觉得很压抑。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开始觉得，为什么我既然能力这么强，我既然有这样子的能力，为什么我要被这个环境所束缚呢？所以你会想要出来做做看，自己跳出来做做看。
而且你会相信的是，你跳出来做做看，你会比他们都做得要更好，你也是可以做得比他们都要更好的，你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在之前，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资源不够，你钱不够，你没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开始去建立，而且你的人脉关系不够。但现在当你看到这支占卜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这些东西全部都有累积起来，而且都已经累积得很好，累积得很棒，你的安全网已经是织得越来越厚实，所以你就真正的可以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了，你可以真正的跳出来了。这会是一个从头开始要去做的事情，而且会是一个脚踏实地要稳步就是一步一步的建立的一个事情。但是我相信的是，无论说是有多么的困难，是有多么的辛苦，你都不会放弃，因为你心中有一个超级强的信念。与其说是信念吧，我觉得它有一点进入到执念的感觉。你身边的人可能都会有告诉你的是，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坚持已经超乎了常人的认知。但是你不单单只是有这一种认知，就是你不单单只是有这种坚持，而且你有很周详的计划，然后你会有很周详的行动，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当然还是回到我们前面，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部分，就是关于你会经历到的有一些匪夷所思的阶段。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会经历到一些痛苦的阶段之后，慢慢的跟现实接上轨迹。不然的话，你有很多的规划、很多的计划、很多的想法，它可能就是在虚幻里面，你的想象里面，但是它在现实生活世界是不会出现的。不会像你预期那样出现的，所以你必须有一个混乱期，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混乱重建期，和现实上面连接起来，接成一个轨迹，然后你才可以有更加周详的规划和计划。好，我们这边有个很大的重点，我相信学得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们刚刚也有看到我抽到这张牌卡的 Lovers，OK，那就是情侣、伴侣、合作伙伴，或者是像是有一些合约，两个人共同进行的事情。你还记得这一章吗？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知己的状态，一个知己方面的互动。我真的会觉得之前的这一个贵人陪伴着你的这一个人，接下来他会成为你的伴侣。我们这边换句话来讲，越是在就是你如果说呀，你觉得这个人他到底是谁，什么时候出现，或者是说我怎么样子来锁定他，结合我们前面牌面上面所看到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在你最辛苦、最痛苦、最受到折磨的时候，这一个人会出现，不是说你刚认识，而是说这个人他会出现在你的身边，你会看得到说这个人他给予你的陪伴，给予你的支持，给予你的爱，最重要的是他给予你的理解。他理解你的行为，理解你的牺牲，理解你的做法，理解你的想法，他理解你。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讲，当下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有了这个人的理解之后，你开始会更加的勇敢去面对你人生中的一些改变和人生中的一些变化，然后你会更加安心的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潜能。这个是我们这张牌卡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而且这个人他会一直在你的身边给予你陪伴，所以在你人生最辛苦的时候出现的这个人，他会是贵人的角色，会是伴侣的角色。我觉得到了最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一种怎么说，就是要表白或者是说要告诉他你有多喜欢他，要互相的去猜心意，我觉得都不需要，而是慢慢的就会走在一起，因为你们两个人之间是会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你在你最辛苦的时候遇到他，你知道他对你的真心，你知道他对你的理解，你知道他对你的爱，所以你对这个人其实是心生感动的。然后再加上他会给予你很大的支持，你可以看到的是当你再出去闯事业的时候，当你开始把你全身心都放在你的野心的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一个人他会以他的方式在你身边给予你支持，他会从无的这个状态，他会在你无的状态的时候，他会出现陪伴你，一直到你慢慢的开始发家致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角色，所以请你一定
一定要珍惜在你最辛苦的时候，或者是说最混乱的时候出现了这一个人，因为这一个人他给予你的支撑，给予你的爱是你难以想象的，而且你可能在当下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你在事后回想一下，你能很明确的感觉到，因为这个人他在当时给予你的支撑，给予你的爱，让你可以慢慢的振作起来，慢慢的找回属于你自己的能量，慢慢的找回你的力量，这件事情是很可贵的，然后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能看到的是你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内心里面是很挣扎，又或者是说很纠结，甚至你的内心里面有些状况是让你觉得还蛮辛苦的，只要面对一些事情啊，或者是因为不是说我们有野心事情就一定会成功，也不是说我们有野心事情就一定会有进展，我们有野心之外还有计划有规划，最重要的就是要心理的自我调试的能力也要十分的强，而这个人他在你身边的陪伴，让你开始会知道你自己对自己的信念，你自己对自己的坚持，还有你对于所有事情的一些想法和判断，他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到了最后你会开始慢慢觉得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人，而这个人他也是真心诚意的看到了你的潜能，看到了你的本质，看到了你是谁，所以他很珍惜你，他也是十分的珍惜你，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到了最后并不是说要去猜要去表白，而是很自然的这一个人有可能刚开始就是你最好的伙伴，最好的朋友，然后慢慢的开始进展到他是你最好的伴侣，最好的人生伙伴。这一张我们看到的是你接下来的选择会变得越来越多，我真的发自内心的会想要告诉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你在遇到这个人之后，他真的会是像是贵人，因为我们现在抽到的牌卡又再一次验证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部分，它会让我感觉到的是你一旦跟这个人的关系开始走得越来越近之后，你会开始发现你的人生会出现一些天翻地覆的改变。最重要的一点你跟这个人一旦确定关系之后，因为我们前面这边有在提到的是有点像是伴侣这样子的关系，又或者是你们的关系越来越相近，就是越来越靠近之后，你会开始发现你身边的选择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多。我们这边所说的是事业方面的选择，然后你想要去做的事情，因为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可能会开始觉得有一些卡的觉得会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是让你没有办法施展拳脚的嘛，想要挣脱出来了之后呢，你又会开始发现说，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好像跟你想象中的并不一样，你会有一些卡顿的状态，然后重新的开始结合回现实，重新的开始建造，重新的开始建立，而这一个过程你会发现说，这个人他会在你的身边给予你很多的指引，带给你很多的方向，然后甚至他会有一点，我看到这边我真的会有种感觉，他有一点像是手牵着手会告诉你你应该去往的方向，或者是说你的人生的一些追求，包括说去做哪一些事情是最适合你的。总而言之，这个人他给予你的建议，或者是说他给予你的想法，请你一定要参考看看不要听完之后就算了，因为他就真的像是贵人一样的存在，然后接着他会帮你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平衡起来。这一点会是十分的重要的。我们不是在讲说他会帮你去打理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他所说的一些话，然后呢，他给予你的一些建议，他给予你的一些想法然后他会让你有一种感觉是会觉得说，其实所有的事情都会有新的方向，然后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可以找到新的平衡，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好的一个状态，而且你开始会觉得你的命运的齿轮重新的开始转动起来了。哇，我会看到的一个状态，简单的来讲了因为
你想要挣脱出来，而且你想要挣脱出来的这件事情，说实在的，也有点像是命运的安排。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慢慢的可能会开始发现，我之所以想要从之前的情境挣脱出来，就是因为我要遇到这一个人，我要做好准备。因为你想要遇到这个人，必须是你跟之前的环境里面脱离出来，你才有机会，你才有时间遇到这一个人。然后遇到了这个人之后，你的人生转折点就真正的开始了。然后你的人生的新的潜能的开发，然后新的一些规划，新的野心的释放，这个时候才真的开始。而且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得到，因为这所有的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这个人在你的身边给予你的支持，给予你的爱，然后呢，给予你了你要的勇气，把这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你的手上，所以你会开始觉得你内心是勇敢的，然后你的内心是坚定的，这所有的一切都会让你不断的勇敢的前进，勇敢的面对你心中的想法，勇敢的去接受你内心的想法。这个就真的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所以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我就这么样子来说，你们之间不一定说要结婚，也不一定说要就是特别的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但是你们之间有一种惺惺相惜，然后有一种互相承诺的这种感觉，接着你的人生就会开始全面的开启。所以你的伴侣为你带来好的运势，而且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他有可能是朋友嘛，对不对？有可能是很好的灵魂的伙伴。好，那在这边的话，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开始彼此之间都认定了彼此的关系，不是代表说你朋友一定要开始成为伴侣，而是说你们都是我们彼此之间都是确定了，你像是我的镜子一样的存在，然后你对于我来讲，在人生里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哪怕是朋友之间，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承诺的状态，也会有一种惺惺相惜的状态。只要是这种状态开始发生，你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这一张牌卡你所有的付出都会得到正向性的回报。没有，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事情比正向性的回报来的更加的鼓舞人心。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你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反差，在之前的状态里面，或者是说在之前你的工作环境里面又好，又或者是说生活的环境里面又好，你会很明确的感觉到的是什么？是你的付出，就像是说你的你在工作上面的付出，事业上面的付出又好，你不一定会得到相对应的回报，不会得到公平的回报。你可能付出100%，你最后可能收到个60-70%，就已经是一个很棒的状态。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你付出100%，你就会收到100%，因为有这个人给予你的加持，因为有这个人给予你的陪伴，所以让你整个运势大开的一个状态。好，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而且这张牌卡会让我看到的是，接下来会有一些司法方面的状况，但是不是糟糕的，它有点像是一个合约，有一点像是一种要签约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且首先条例方面的话还是要看清楚但是基本上来说，这一个签约，这个条约对于你来说是有利的，对于你来讲是会有帮助的。这一张它讲的是我喜欢我为我自己建造的安全感，我同时间也为我爱的人建造安全感。我可以成为自己的安全感，我也可以成为我爱的人们的安全感。我觉得这张牌卡它是一个更加成熟的状态，更加稳定的一个状态，它会是你慢慢变成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牌面上面真的是，我看到的是一个更加成熟的人，更加确定的人，更加稳定的人，一个真正得到滋养的人。这一张在这一边真的是十分的重要，因为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啊，你中间的那一个时间点，这么说哈，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有可能一部分的你们目前正在一个很挣扎、很纠结的一个状态里面，你可能现在是在经历到的是自我否定、自我不确定的这个状态里面，然后你可能甚至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给予别人爱，没有办法去照顾别人，没有办法让他人感受到幸福、感受到爱。我会告诉你哈，这所有的一切，目前它只是一个过程，它只是一个过程，虽然它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是它只是一个过程，它最终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你自己本身慢慢的找回属于你的安全的港湾，你会成为你自己安全的港湾，你不单单是这个样子，你也会成为你身边的人、爱你的人们的安全的港湾。我觉得这个会是你最终想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某种层面上面来讲，这个会是你的，要如何来解释呢？你的价值，你的自我价值的体现，或者是说你的自我价值的认可。我真的会想要告诉你，你即将会进入到一段让所有的人都十分羡慕的感情的状态，就是那种感情的关系哦，互相的拥抱，然后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持，互相的支撑的这样子的一段关系。你就算是这么说出来哈，我觉得你身边都有很多的人都会觉得说，你有一个很支持你的人，很爱你的人，很站在你这边的人，我相信你会听到很多这样的人，就是很多这样的话语来形容你的伴侣，而他们没有看到的，或者是说别人没有理解到的，是你为了让你自己安全，有这种安全感，让对方有这种安全感，你也付出了很多，所以你也是对方最好的伴侣，你也是对方最好的安全感。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所以我看到的哇，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身心灵成长的过程。你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是要做出一个选择，是要做出一个很极端的选择，你是要0还是要100？你是要保护还是要毁灭？然后你是要坚持还是要彻底的放弃？我相信当你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是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当这个问题在你面前浮现的时候，你无论说当下的状态是什么，其实心中都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选择，也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你已经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只不过说你需要一点力气来推动它，然后你也需要一些支持和鼓励在你的身边，来帮助你度过这样子的状态。你看，你现在就要去挖宝藏了啦！我们这张牌卡出现了，还有什么要讲的？我会真的是有一种感觉，会让我看到的是，你会慢慢的沉淀下来。你沉淀下来了之后，你才会真正的看到什么样的事情对于来讲才是真正的宝藏，你才会知道人生的宝藏是藏在哪里的。这是一个考验的过程，这个绝对会是一个很辛苦的考验的过程。而且我也会有一种感觉，你会走错方向。我相信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哈，如果说是有对应到你的话，你多多少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曾经所追求的那一种幸福，曾经所追求的财富，好像不是真正的你想要的，好像不是真正的发自于你的内心的，好像不是真正的对于你来讲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慢慢的，你在认识了这个人之后，或者是说当你就是前面的那个人生的阶段跨过去之后，你才真正的看清楚你的宝藏在哪里，你才真正的看清楚你的人生的方向在哪里，什么样的事情才是真正的会让你感觉到快乐，真正的会让你感觉到幸福的。这个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方面来看的话，这张牌卡你知道吗？其实也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你，你其实一直都是在宝藏上面的。什么意思？你自己本身内在就是充满宝藏的人。
你有一些潜在的技能、潜在的才能是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取代的，然后是没有任何的人是可以，这个事情是只有你能做到的，只有你才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你有具备这样子的才能，但是你必须要把它挖掘出来。你要把它挖掘出来的是，你首先你要肯定你自己的价值，你要看懂你自己的价值。我们这边所说的肯定自己的价值，不是说我觉得我有什么样的价值，而是你要退一步，从第三方的角度，从第三者的角度来重新的观察自己，真正的了解自己，从你的伴侣的口中，你的贵人的口中来听他们是如何的描述你的。这个才是你真正的本质，才是你真正的样子。通过这种状态，你才能发掘出你真正的宝藏。这一章，你有任何想要说的话，就应该要大声的说出来。你要做的就是你自己本身，完成你自己本身，为自己感觉到骄傲，为自己感觉到自豪，这一系列才是你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说出你自己的真实，说出你真实的感觉，说出你真实的感受。没有任何的事情是比你自己最真实的感觉和感受都来得更加的重要的。这张牌卡出现在这一边，它其实会告诉我的是，你可能心中有一些想法是你还没有办法诉说出来的，可能有一些想法是你还在不断的隐藏的。而且这张牌卡会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只要你说出来的话，它必须是你正在想的事情，必须是你当下的感觉，必须是你当下的感受，必须是你想要去完成的事情。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你说到必须要做到，你的真实才会到来。如果说你说的事情千万不要为了讨好任何的人说任何的话，不要因为讨好的任何的人做出任何的行为，那不是你最真实的状态。如果你想要激活你最真实的状态，激活你人生最大的潜能，激活你内下的就是底下的这个宝藏的话，被隐藏起来的宝藏的话，你必须做你想要做的，说你想要说的，体现你想要体验出来的。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时机点，比方说你为了不要尴尬，然后你选择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情，但在你的这个 situation， 在你的这个情境下面的话，就反而是会变成它可能会慢慢的让你迷失自我，慢慢的会让你迷路。你要是迷路的话，你找不到自己，找不到自己的话，你就找不到自己的宝藏，所有的一切就会被不断的掩盖起来，而掩盖的这个过程，你自己也不快乐，你也丧失了自由，你也丧失了你的喜悦，所以它会变成一层一层下去的效果。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2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咨商现在已经全面开放预约了。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我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3组的朋友。这一张牌卡它其实就已经点到了一个很明确的重点 balance。 OK， 要如何的取得平衡，要如何的找到这一个平衡点，我觉得可能是接下来对于你来讲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从我们的牌面上面来看我必须要讲，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们可能超级的忙碌，同时间有几件事情都在进行是你必须要去打理的，必须要去整理的事情，这个是第一个。那另外的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呢，我也不得不说的是，有太多的事情是你要如何的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不单单只是说你要如何的解决这一件事情，而是说如何的在这些事情里面做周旋，或者是说在这一些事情里面找到一个共识点，可能会是你接下来更加重要的议题。而且我觉得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
是不是有机会你在几个事件里面再打转，在几个事件里面做周旋，然后这些事情全部都要靠你一个人把平衡拉起来。那所以是有一些焦头烂额了不得不这么讲。那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也真的是会觉得你在同时间做这几件事情，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它有可能会涉及到不同的 party， 就是不同的几组人，你要如何的在这个中间把所有的人都照顾好，或者是要满足到大多数人的要求，大多数人的需求。那这件事情对于来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可能会让你觉得是一件还蛮辛苦的事情。的确会出现像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不是要完成一件事情，你是要在一段时间之内完成多件事情。那么要如何的把这些多件事情管理好、处理好，将会是你接下来最头痛的状态。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你所选择到的牌卡。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整体的状态。虽然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整个状态好像是要找平衡啊，很多事情发生啊，感觉到有些痛苦之类的，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好。但其实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自己本身来讲是很有那种，就是你本身来讲是很有能力的，要如何的把很多事情聚集在一起，又或者是说要如何的去处理好这些事情，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其实是有一个就怎么说，你可能是很擅长做这些事情，调解啊，或者是如何的把一群人拉在一起啊之类的，我觉得你是很擅长。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边你是那一种从言语上面很会煽动人心的人，大家只要是听你说话，我天哪，大家只要是听你说话都会觉得热血沸腾。我真的会觉得你在无论说你的工作是什么，无论说你的环境是什么，大家都是离不开你的，大家都是没有办法，就是大家没有办法没有你的存在。因为你在一个团队里面，在一个群体里面，你就必须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你就必须是要去照顾到大家的感受，照顾到大家的感觉。我看到的是你现在是很疲倦，是很累的，是这样吧？你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丢下，然后撒腿就跑，想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想找个地方好好的呼吸，或者是说缓息一下。你现在整个状态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进入到一个情绪的低潮期嘛，又或者是说进入到一个情绪没有办法自我调试的一个状态。你想要避开所有的人群，避开所有的人潮，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是没有办法躲避的。为什么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大家都需要你，大家都在找你，然后大家都在想要问说你在干嘛，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看到的，你想要躲起来，但是你没有办法，因为有太多人追着你跑，有太多的人在不断的在找你出来解决问题，你其实是不想要去管的。我看到的有一个状态，觉得是还蛮有趣的，就是你其实并不是说不想要去管这一些事情，不是说不想要去照顾别人，而是你自己已经是很疲倦，你自己已经是很疲累，你现在连自己都顾不好。而且我会很直接的说，我觉得你可能在情绪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些状况，在情绪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你会感觉到很压抑。而且我会感觉到有一点是，你觉得你身边没有人来帮你，你觉得你都是在不断的去照顾别人，不断的去支持别人，但是没有人在你身边来帮助你，来支持你，来照顾你。这一点会让你感觉到十分的沮丧，所以你会觉得的是，你好像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就是你不断的在为别人付出，
不断的在去支撑别人，但是别人好像都没有过来支持你，都没有过来支撑你的感觉。这一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目前所看到了一个很明确的状态哈。基于这一点，我的牌面告诉我的是一个很清晰的讯息。首先，你的身边是有支持你的人，你的身边是有关心你的人，你的身边真的有十分在意你，十分爱你的人。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的讯息。但问题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我这边直接来讲，你需要休息啦。你不单单是需要休息你是需要抽离，你需要从现在的情境里面抽离出来，然后你需要从现在的状态里面抽离出来，因为你现在的状态说实在的真的不是那么的好。我相信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啊，你自己本身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也是有这样子的感受的。因为你觉得你现在的整个状态，我要怎么样子来讲呢？你已经超出负荷了，超出你的能力负荷了，而且你超出负荷的这个状态不是说你今天超出负荷而是你已经超出负荷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你还在不断的压抑着自己。所以你说实在的，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你是可以过渡过去，让别人帮你来处理的，别人来做的，不是说要别人来帮忙。也就是说，有些事情他可能真的不需要你亲力亲为，你把它交给别人也没有关系，但是你没有办法做到，你就是一个特别的想要去照顾别人，想要为别人尽心尽力的人，到了最后你就害到你自己，就让你自己特别的辛苦，就让你自己特别的有点无所适从。我看到的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在现在的情境里面，其实你也管不得说你身边有没有人支持你，你身边有没有人关心你，你现在就是想要躲起来，你现在就是想要自己一个人好好的休息一下，自己一个人好好的呼吸一下，你觉得这个状态对于你来讲才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你要找到自己的平衡。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张牌卡现在出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你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平衡。这个是分成几个方面来看的。一个方面什么叫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平衡呢？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内在的平衡，你要如何的让自己的身心灵各个方面都回到一个平衡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看到的是你已经失去了平衡太长的时间了。你是不是睡不好觉？你是不是连睡觉的时候都在想着别人的问题，别人的状态，别人该怎么办？那你怎么办？你自己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内在的平衡。你有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你为了他人尽心尽力，自己好像到了最后也无人问津，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自己内在的平衡，就是要把它找回来。因为只有这个样子你才不会觉得说自己不断的在付出没有回报。因为有的时候你做的一些事情我这边说实在的，有可能是你身边的人都没有期待说你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去做了之后，你反而会让你自己心中有一种不爽的感觉。我觉得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你要跟你的外在达到一个平衡点。这一个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你身边其实有很多很爱你的人，你身边有很多很珍惜你的人，然后你身边有很多很照顾你的感觉和感受的人。那你要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要与外界找到一个平衡感那么你才有机会看到这一些人，你才会知道说原来他们都一直有在关心我，他们一直有在照顾我的感觉，一直有在照顾我的感受。那可能是我自己本身因为太累所以没有看到，因为太累没有观察到，的确是有机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所以找到自己内在的平衡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看到的是一个阶段的完成，一个新的开始。哇，我看到这一边的话是一个新的耕耘。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这边看到了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接下来我们前面不是在讲说你想要
脱离嘛，你想要从这个环境里面挣脱出来走出来，就是你想要有一段独处的时间了。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首先我会告诉你，你接下来会有旅行的机会。我觉得在某一个时间点因为你想要找回你自己本身，然后呢，因为你想要怎么说呢，来找回自己本身的这种或者是疗愈的旅程吧，回自己的能量，所以你接下来真的是很有可能性是把你的行李收一收，然后直接踏上一个新的旅程。你可能谁都没有告诉，因为对于你来讲，我觉得它有2层的意义第一个是你想要结束目前的这种无限的循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想要从这个情境里面挣脱出来，你想要走出来，那走出来的第一个能做的事情就是从这个情境里面真正的挣脱出来，走出来，就是离开这一个情境。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其实也会想要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你会想要给自己换一下环境，换一个心情，换一个呼吸的空气。这种想法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可能你在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你真的是会觉得它是一种 sign 就是有一个指引，有一个声音，你可能心中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很久之前就有这种想法，但是你就一直没有那一个推动力。然后你也觉得说，哇，这么做好像不是那么负责，或者是说这么做好像不是那么好，好像也不是那么现实之类的，有很多的一些情绪在不断的让你的内心是受到干扰的。好，类似于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会告诉你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当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是有一种和你的心灵上面是有一种契合的感觉，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你会觉得说，哇，天哪，现在就是这一个时机点，现在就是开启的时机点。那么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我会想要来告诉你的是，你不要再等待了，你不要再拖延了，现在就是开始起航的时候。我在这边再来告诉你你的幸福，真正为你带来幸福的，真正的为你带来呼吸空气的，并不在你的本地，并不在你的本土，是在海外。你要去到一个能理解你价值的地方，或者是说你要去到一个能体现你价值的地方，那么你的价值才是可以被认可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看到的信息其实是很明确的。我觉得在你之前的整个生活环境里面，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做了一些事情，或者是说你付出的一些事情，在某种层面上面来讲是不会受到那么强烈的 appreciate， 就是不会那么强烈的被尊重、被看到、被珍惜。因为某种层面上面来说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你应该做的，这个本身就是你的职责又好，又或者是说你的人生的应该完成的使命又好之类的，我的确会看到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而这一个状态是会让你觉得最不公平的状态，最不应该的状态。因为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你不是不想要去做这些事情，你也想要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同时间你也会希望自己的付出、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牺牲是被看到的。我们前面也有在提到的是，你会有支撑，你会有资源，但是这个支撑和资源不代表说他们看到你的价值。也就是当你辛苦的时候，会有人来心疼你，你辛苦的时候会有人会觉得好像就是会觉得想要过来帮帮你、抱抱你，然后安慰一下你，的确会有这种状态，但是不是代表着说普世价值是会觉得你做的所有的事情是会被 appreciate， 不会被看到、被珍惜的。好，这个是有一定的差距在这边的。所以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就会觉得是我觉得这个状态它不是不爽的状态。你真的不是说我今天觉得不爽，我做的事情没有人看到，我觉得很不爽，所以我想要离开，我想要走。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反而它有点像是心灰意冷的状态，反而是会有一点像是我受够了，然后呢，我真的觉得很伤心，我真的觉得很难过，我真的是会觉得很多的一些事情好像已经是我没有办法再付出了，所以你决定把之前的那个状态给结束掉，把之前的这个状态给完结掉，
然后你可以继续往下走，你可以继续的去寻找，继续的去突破，继续的去找到属于你的幸福，还有你自己的定位。好，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我讲到这一边，我不知道有可能这种状态不是符合到每一个人的情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到了一个例子，但是可能不是适合到所有的人，但我觉得这个例子或许是还蛮贴切的。比方说你在一段感情关系里面，你对于对方的照顾，对于对方的爱，那对方是有感受到有感觉到的，他是一方面来讲，他会觉得你就是应该要来照顾他，你就是要对他好，你就是要对他付出，他觉得这个是你应该做的。但是同时间呢，他不是说不喜欢你，他也不是说在利用你，然后他也不是说对你不好，他也会体谅你，然后他也会有的时候也会过来帮你，但是在他的内心核心里面还是会觉得这些事情就是你应该要去做的，就是这个核心的东西让你觉得很辛苦。好，这个核心的东西让你觉得心很累，让你会觉得说你会希望这些东西是可以平摊的，好，或者是说我帮你，你帮我，互相照顾，应该是这样子，而不是说我在照顾你，然后你体谅我，这样是不对的。类似于不一定是符合到每个人的状态，但是这个是我能想到的可能更贴切的一个比喻吧，有可能会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开始会觉得这个地方好像真的不是那么的适合我，这一段感情关系似乎也不是那么的体谅我，或者是这一个环境真的是会让我觉得心灰意冷，而且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环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离开这个环境。所以我真的是会觉得你会开始去往其他的地方，然后你会开始做一些新的尝试，一些新的人生规划，来脱离你之前的人生的规划，你会重新的找到你的热情，重新的找到你的定位，重新的找到你是谁的这一件事情然后你会开始重新的踏上一个探索的旅程，这个过程会有些辛苦，但是这个过程也会让你觉得十分的有趣，它会让你看到人生无限的可能性，然后它会让你觉得说哇，你的创意又好，你的世界又好，或者是说你的才能又好，在其他的地方可以淋漓尽致的显现出来，然后大家会为你鼓掌，大家不觉得这个是你应该做的，反而是会用同等的爱来反馈给你，然后同等的对于你的关心，对于你的照顾，所以到了最后你才会发现说这个才是我的归宿，这个才是我想要的。好，我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一张我看到这一边哎呦天哪，我真的是会觉得你在新的地方找到了你的归宿，你在新的地方找到了你的本我，好，你在新的地方找到了你是谁的这一件事情。这一个真的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我真的是会觉得你目前让你感觉到困扰的，或者是说让你感觉到有这种不公平的对待的，又或者是你内心感觉到特别累的这个事情可能是跟人际关系，又或者是说第一个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人际关系、感情关系，或者是反正跟人相处之类的，你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是你情感方面没有办法得到，我觉得是安抚嘛，我觉得安抚可能也不是一个正确的词。总而言之，在你从情感方面来讲的话，你觉得自己没有受到重视，但是这个真的不是因为你小气，又或者是说你希望得到别人的重视，而是你在付出了这么多之后，你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大家没有对你同等的对待，或者是说为什么没有把这所有的一切反馈，就是反向给你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还蛮明确的讯息。那看到这一边的话，我会认为的是你接下来会有很完美的感情生活，这个是一个。
然后你会有一个很疼爱你的伴侣，会有一个很疼爱你的人，然后会有一个很疼爱你的，就算他不是伴侣，我觉得他可能也会是你跟你关系很好的人，然后他会是你的朋友之类的，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关系。总而言之，你到了之后好，但有个前提是你必须要从之前的环境里面走出来，必须要从之前的环境里面挣脱出来，那么你才能进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因为我真的是会觉得你可以尝试看看，我的牌面上面给到我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如果我讲到这一边你觉得十分对应到你的话，那你所困扰的就是人际关系，又或者是说感情关系的话，你只要从之前的情境里面走出来，你就可以找到真正的幸福。你要从之前的环境里面走出来，你就能真正的找到属于你的归属。如果你困在之前的环境里面的话，我就会觉得，我这边实话实说，你可以坚持下去，不过你的状态可能就会变成行尸走肉的状态。我相信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如果是对应到的话，你很懂我在说什么，你很清楚的我在说什么，因为你想要的是那一种互相建立的关系。你会想要的是那种互相扶持、互相温暖，然后互相体谅，发自内心的去跟对方产生契合的关系。这个是我们的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你目前的感情关系，或者是说你目前所在的 community， 目前所在的社群人群里面是感觉不到这个关系的。不是说大家不喜欢你哦，不是说大家不认可你，而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了解你。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你，他们不知道你的这种情绪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不知道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的是为什么你还觉得不够。我觉得这个状态对于你来讲可能才是最致命的，因为其实你不是要的更多，你只是想要某一种，就是你心中有一种美好的，对于你来讲是完美的相处的状态，这个对于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对方或者是说你所在的 community， 他就是没有办法给你，没有办法给你之外，他也没有办法理解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那个真的是让你觉得十分崩溃的一点。像我们接下来所说的，当你开始慢慢的从之前的环境里面脱离出来之后，你不需要担心。为什么会这么样子来讲？我相信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可能一部分的你们就会觉得很紧张从之前的环境里面走出来之后，会不会变得一无所有？会不会就是之前所拥有的又要重新开始适应，或者是会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其他的一些状况？我们这边看到的很明确的、很清楚的告诉你，你从之前的环境里面走出来之后，你其实是松了一口气。你其实是可以感觉到的，哇，天哪，我又可以重新的开始呼吸，我又可以重新的开始感觉所有美好的一切，所以所有的一切都开始变得更加的完美，然后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更加的幸福之类的，你反而会是这样的感觉，你反而会是这样的感受所以我真的是会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特别是如果说你现在觉得你所身处的环境对于你来说是辛苦的，是痛苦的，是难过的，是难受的，那么你应该要做的就是脱离出来，你必须要脱离出来，因为只有脱离出来了之后，你才能真正的重新的开始感受人生，你才能真正的开始体验人生。哇，我真的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都不知道我这边要如何的来形容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真的是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现在是你一个很好的转变的机会，现在是你很好的一个转换的机会。我觉得现在有一点像是你的人生把你推到了某一个境界，或者是说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你已经没有办法，我们这边直接来说，你已经没有办法闭着眼睛过下去了，你已经没有办法闭着眼睛继续这样子的状态了，你想要改变，你也知道现在是时候改变，然后你也知道改变对于你来说的重要性是什么，所以你必须要从这个情境里面出来之后，你才能找到你的灵魂伴侣，才能找到你的幸福，才能让你的情绪、你的情感得到
得到包容，得到认可，你才可以踏上新的旅程，有新的体验，新的感受。请你一定要离开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为什么会不断的重复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来讲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我认真因为牌面上面真的会让我感觉到你其实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是有想要离开，或者是说想要从这个环境里面挣脱出来，但是呢，你的内心里面就是有太多的一些想法，太多的一些挣扎，又或者是说太多的一些感受，让你没有办法挣脱出来，然后让你没有办法从这个情境里面走出来。所以这一切真的是让你怎么说呢？内心里面很有感触啦，或者是内心里面有很深的像这种感觉吗？是这样子来形容吗？所以啊，我真的是会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啊，所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你千万不要太辛苦自己，因为有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些事情是会让你的内心觉得挣扎，或者是我觉得当你在下这个决定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你所抽到的这张牌卡，你必须首先要照顾好你自己，要找回你自己内心的平衡点，好，要找到你自己内心的这一个要怎么样子来说，你内心感受的这个平衡度，好，所有的事情它才可以有慢慢的展开，那所有的事情才会有机会慢慢的打开它的局面。行动起来吧！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啊，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蠢蠢欲动了吧？有没有？我觉得你就是要行动起来，你要行动起来之后，你才会知道，原来你有这么多的选择。我们这么样子来讲，如果你今天所看到的就是跟感情是有相关的，或者是让你困扰的就是跟感情是有相关的话，你可能看不到，你可能不知道你身边有多少的人是对你有好感的。我觉得很奇妙的一点，你知道吗？因为这一张牌卡我刚开始在选择的时候，就是我在整理这张牌卡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是跟感情有这么强的连接，爱情有这么强的连接，因为这张牌卡就是 balance 嘛，就是一个平衡的这个状态。所以其实我刚刚就是我一开始在整理到这张牌卡的时候，其实我想的更多的是人生的一个平衡性啊，人生的平衡点啊，然后又或者是说我们的人生要如何的自己的内在的平衡，外在的平衡，环境之类的，更多像是这种，更多像是事业啊，生活的部分。但是我们接下来所抽的这一系列牌卡，它的整个导向，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自己都可以看得到，自己都有看得懂，有没有？就是会觉得说这所有的一切开始导向的这个状态，真的就会开始变成是感情方面的，或者是说人际交往方面的一个状态。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不是被困死的状态，你从来都不是被困死的状态。你身边会有很多，就是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我觉得你身边会有很多为你痴狂的人，认真的，就是实话实说的。我就所谓的痴狂，就是很多的人你身边会有很多的人。如果我们今天就是谈论感情的话，他们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对象，他们会觉得你身上有很多的一些特质，是他们很喜欢的，不单单是他们很喜欢的，是他们很欣赏的。但是因为你之前在一段关系里面，又或者是说你之前对他们是保持着一个比较拒绝的态度的话，那么就他们也没有办法接近你，对不对？然后也没有办法靠近你，反而是你一旦脱离了这个情境之后，脱离了你之前的关系之后，然后你真的会发现这一些人会开始慢慢的出现在你的世界里面。这一些人会慢慢的向你来表白，来告诉你他们对于你的喜欢，他们对于你的喜爱，然后他们对于你的一些感情之类的。我觉得它会让你真的有种感觉，是会觉得人生又再一次的燃烧起来。你可能之前我看到的这种状态是你之前真的已经有一种燃烧殆尽的感觉，不是说你做的不够好，而是无论你做的多好，你都会觉得没有办法
真正的被看到，或者是说真正的被发现到，这一点真的是让你觉得十分的痛苦，真的是会让你觉得十分的难受。那么现在这个状态是你身边又有更多的人开始被你所吸引嘛？好，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更多的人看到你，然后有更多的人就是对你产生好感，甚至就会直接的告诉你哈，他们就在等你这样子。我觉得这所有的一切，它就会让你重新的燃烧起希望，重新的燃烧起热情。这个就真的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所以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想要找到平衡，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价值点，有的时候真的是代表着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一个处境，离开这一个环境，离开目前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必须要舍弃一部分的事情，才能重新的找到平衡点。不然的话，我们会一直站在一个失衡的位置，因为总是有一边比较重，总是有一边比较轻，我们必须要把比较重的那一部分切除掉。至少要切除到一个平衡的位置，你才能重新的找到你的平衡，重新找到你的热情，重新找到你的火焰。这一张牌卡在这边，我看到我都情绪有点难以控制。这张牌卡讲的是什么？这张牌卡说的是我开始享受生活了，我开始感受生活了，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我每踏出一步都是全新的明天，都是全新的未来。这个是不是就是你的状态？天哪，这一个是不是就是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的一个全新的状态？它会告诉你，每一天都是最好的一天，每一个明天都是值得期待，你的每一个步骤，你接下来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被 appreciate， 就是被欣赏的，都是被看到的，都是被认知的，都会是最好的人生，最好的开始。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哇，天哪，所看到的一个太清晰、太明确的讯息了。我看到这一边我真的有一种超级强烈的感觉，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你自己本身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了。无论说是从心情还有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些感受，还有一些想法，你都会开始变得很不一样。为什么会这么样子来说呢？因为我们这边最直接的，你对于人生的期待已经不一样了，你已经不再是你之前的一个状态，你变得更加的勇敢，你想要去改变，你想要去突破，你想要让自己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去做任何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你想要让自己的价值被看到，你想要自己可以鲜活着去感受人生的每一步，每一个开始，每一个明天。这个就是你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就是你的人生的一个全新的开始嘛，或者是说人生的一个全新的感觉和感受。哇，天哪，我真的我好替你们开心哦！我真的觉得是这个，一方面来讲，真的是你们自己本身的勇气，然后真的是你对于你自己本身的了解，你更加的会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事物会为你带来幸福，会为你带来快乐，会为你带来明天的美好。所以你开始知道你应该面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或者是你应该走向什么样的方向。这个就是我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十分清晰、十分明确的讯息。所以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当你觉得困惑的时候，当你觉得难过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是被压抑的时候，那可能真的就是在代表你所身处的环境是不适合于你的，你所身处的环境是不属于你的，那么你就千万不要压抑你自己，千万不要让你自己觉得你必须要去做什么，你必须要去付出，然后你必须要去完成什么，没有这样的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你要如何的成就你自己本身，这一点才是最为重要的。我们接下来这一张，你重新找到了你的热情，重新的找到了你的爱，哇，重新找到了你的生命，
我看到的是一个幸福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在讲说你有没有找到你的平衡，因为你找到了你自我本身，你找到了你的自我，那就是代表着你找到了属于你的平衡，找到了你自己。我们就是从牌面上面就能看到，这是一张很幸福的牌卡，这是一张充满着期待，然后充满着色彩的一张牌卡。我看到的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所有的讯息真的是会让我觉得你不要害怕离开你本来的生活状态，也不要害怕离开你本来的关系，你不要害怕离开你本身的人际交往的部分，那些部分不是属于你的。你觉得很难过，你觉得很伤心，你觉得价值没有办法被看到，因为他们就不是属于你的，他们不是属于你的。你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幸福，你可以找到属于你的美好，你可以找到属于你的人生，但是你必须要勇敢，你必须要踏出去，你必须要允许自己踏出第一步，你才能真正的找到属于你的幸福，你才能真正的踏上属于你的旅程。不要给自己设置任何的界限，也不要让自己觉得我必须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必须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人必须要做什么，必须要完成什么。你需要去做的就是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可以自由的呼吸，然后让自己可以自由的去追寻所有的美好，所有的幸福，所有的一切。因为只有这个样子，你才能真正的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才能真正的知道你的人生在哪里。接下来，活在当下，感受当下，体验当下。这个不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论到的吗？这张牌卡也是在告诉我们的是当下的能量，当下的力量，还有当下的 magic， 当下的魔法，它其实在你的身边不断的对你造成影响，它一直在你的身边不断的给予你指引，给予你方向。只要是你也活在当下，如果你也愿意在当下沉淀下来的话，你真的就会开始觉得所有的事情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难以突破，不会像想象中的难以跨过去，应该是这么样子来说。因为这张牌卡在这边会让我们看到的是，如果说你让自己沉淀下来，在当下的情境里面，你真的是会开始觉得所有的一切都会开始慢慢的转向，所有的一切都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好，所有的幸福，所有的美好都会开始朝你这边慢慢的走过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过去看未来都没有看到现在，我们看不到现在，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魔法，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魔法，我们就没有办法启动自己的超能力，没有办法启动自己的潜能，没有办法真正的看到自己的内心，没有办法跟自己产生连接。所以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要在当下，活在当下，跟自我产生连接，来激活自己内在的魔法，让自己通过这个魔法来做到自我显化、自我实现。还是那一句话，如果你不幸福，你不快乐，不要看别人，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以后，不要看现在，不要看未来，我们要看的是现在，在当下。你要是不快乐，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强的 indicate， 这就是一个很强的指示，很强的指引，它就在告诉你，你应该要离开，你应该要脱离。OK， 好，那这一边就是可以选择到第3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